你今天讲这种话，你对得起马英九吗？汉哥新的一个言论，想执政三不该：一不该亲中，不该亲共。我问一件事情，你说当年马英九保护台湾的反并吞、反侵略，以及顾到了两岸交流的做法都没有改变，但为什么这个同样的做法到今天就叫做亲中跟亲共？那到底是谁变？是你黄伟汉变？你黄伟汉当年他妈你还是跑马英九的总统府记者联合会会长黄伟汉，你靠着马英九吃香喝辣起来的，你应该最了解马英九的政治主张，不该不爱台。什么叫爱台湾？你黄伟汉还敢整天那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派，但是中华民国在你口中跟民进党一样，就是一个遮羞布。说国民党不止不该反对讲台湾，应该要喊得比民进党更多、更长、更积极。也就是说，黄伟汉这位资深媒体人主张什么叫爱台湾，就是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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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
我最爱台。你这种东西敢写文章拿出来给大家献哦？你要不要看看10年前的黄伟汉怎么写文章？你就给我跟10年前跑总统府记者线，黄伟汉就唱回去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汉哥有个新的一个言论，叫做想执政三不该。前2天呢，我提出执政精要理论，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反并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1996、2008、2012是国民党3度执政的亮方。今天他的观点里面进一步提出三不该，如果想执政，有3件事不该去做：一，不该亲中，严格来说应该是不该亲共，反共不等于反中，亲中不等于亲共。共产党是台湾的2大压力来源，国际打压与军事威胁，不对抗压力来源会失去民众的信任。以这次的赖清德17条之后 ，TVBS 所做的民调可以证明，朱立伦公开质疑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，但多数台湾民众不认同，蓝营站错边。这就是亮哥说的永远的当权派。黄伟汉他说，过去国民党3度执政，1996但1996是李登辉嘛，2008、2012这2届都是马英九。他说这3次国民党执政都是因为国民党主张反并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所以国民党才能执政。好，我们先姑且认同这一段。然后呢，他进一步提出3不该，叫做不该亲中、不该以美跟不该不爱台。不管是1996、2008、2012，还是近期的时候2016或者2020，请问国民党的立场有什么改变吗？没有，国民党的两岸主张、两岸立场应该是基本不变，基本是不变的。所以当年你说马英九那2度连任总统，是因为他主张反并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但是当年为什么马英九可以得到票？而且当年为什么马政府8年有非常好的两岸交流，甚至还有制度化协商，是官方对官方的制度协商哦。当时没有人认为两岸会打仗，美国也不认为台湾跟大陆会打仗。所以你说了，当年马英九保护台湾的反并吞、反侵略，以及顾到了两岸交流的做法都没有改变。但为什么这个同样的做法到今天就叫做亲中跟亲共？那到底是谁变呢？是你黄伟汉变？你黄伟汉当年他妈你还是跑马英九的。不要说对不对得起媒体人的责任难，对得起马英九吗？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他第一点，不该亲中，严格来说不该亲共啊，这些都是废话。朱立伦质疑赖清德是 trouble maker， 我请问你，当年陈水扁是不是也被质疑是 trouble maker？ 那请问陈水扁跟赖清德做的事情是不是极其相似？那现在连美国，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动作嘛，他觉得说你赖政府在两岸这件事情上确实有点危险的，所以美国最近动作也比较多了，尤其是现在换川普上台了，川普其实不太想要管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事情了，他们现在主要是放在俄罗斯跟欧洲的。我们看第2点，黄伟汉说不该怀疑美国，以美就是反美。那我还是要问，请问什么样的行为叫做以美？什么样的行为叫做亲中？你就直接扣了一个帽子，贴了一个标签。最有趣的就是这一段。2021年4大公投，反莱猪民调支持高达68%，将近70%的支持。结果投票投出来，投票率同意的只有21%，门槛没有过。为什么？来，这边就是他想要偷塞吃货了。因为当年反莱猪被喊成了反美猪，一听到反美，台湾人就犹豫啦。各位，这就是民进党当年在4大公投中央厨房的缩帖啊！你黄伟汉还敢狡辩说你不用中央脂肪税，反莱猪支持率高达68%，为什么投票出来就21%？脱钩大选吗？黄伟汉，你有没有在看新闻？你不会觉得68%的支持度
然后反美68%就突然变成21%，这中间大概45%的人好像被雷打到一样，反美，我不同意反莱猪了。你黄伟汉在说什么鬼啊？我是2019年民进党修法脱钩大选，本人国安危机黄世修当年就预言了，我说一个支持度60%的议题，但是如果脱钩大选投票率只有40%，那0.6乘0.4 0.24%，24%不到门槛的25%，差1%，所以叫什么？不通过。这不就是民进党当年为了要脱钩修法干掉黄世修的核四公投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核四做出来支持度是55%啊。如果真的是绑大选投下去，核四会过哦，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脱钩嘛。那脱钩确实也被他得逞啊。但是黄世修在201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说了，投票率如果降到40%，那任何公投都不会过，我全都预言了，这才叫预言啊，不是你那边打马后炮，然后预言错误就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最内行是洗地，不是预测。你还配称一个媒体人吗？来，第3个，不该不爱台。我说真的，伟汉啊，你的写作能力真的退化了，不该亲中，不该以美哦，不该不爱台，就有点念起来改革了，而且拗口，2个不到底是不好。但是我就要问你，什么叫爱台湾？爱台湾当然听起来很抽象啊，所以我们总是要看政治人物做了什么，就跟看男人一样嘛。你不要听男人说了什么，你要看他做了什么。黄伟汉怎么说呢？爱台不爱台很难量化计算。相较民进党，国民党很多时候都使用台湾2个字是扭扭捏捏。打棒球不说台湾队，蔡前总统提中华民国台湾，蓝营也说违宪。对不起，我们的队就叫中华队。我们的国名就叫中华民国。当然，蔡英文发明中华民国台湾，这是一个政治词汇，我们不去这边论断它的好坏，但是那是一个政治词汇，甚至是为了选举创造出来的正式的名称。请问我们球队的正式名是不是中华队？我们国家的正式名是不是中华民国？你黄伟汉还敢整天那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派，但是中华民国在你口中跟民进党一样，就是一个遮羞布，说国民党不止不该反对讲台湾，应该要喊得比民进党更多、更长、更积极。也就是说，黄伟汉这位资深媒体人主张，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或是一个大的政党，就是只要1秒钟念10次台湾，我们就是最爱台湾。一个资深媒体人、政治大军师黄伟汉提出的爱台湾的操盘策略是如此的浅薄。我先说明，我现在没有要算黄伟汉，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就在算他了。没有，我很认真。因为过去这种例子我们不是没有看过，就是有一些不管是媒体人也好，还是一些意见领袖也好，那原本都是大家认认真真的做内容，然后写评论什么的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他尝到了政治的甜头，他发现说我写某一方的东西流量特别多，变现会特别快，他就开始着迷了，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，然后不断的越来越剑走偏锋，越来越偏激。我现在才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黄伟汉他一直想要刻意的去往绿营靠拢，而且甚至我说了，我不觉得黄伟汉真的有拿到技能好处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相信。但他的观点自动就跟中央厨房一样，对，代表说这是一个刻意的行为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最可悲的地方在于说，他都已经刻意的去靠过去了，去跪下去了，可是人家还是不愿意给他东西。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地方。最近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是赖清德去台东，有个妈妈，她儿子是军冤案，然后她去陈情，去一个妈祖庙，然后她本来要去妈祖庙参拜，结果那个妈妈要给赖清德抗议，冲过去之后，不是被拖走，我们有找到还原的影片，是被扑倒、压制，然后绿媒统一就是要扑的时候剪掉，对，然后到压制的时候剪掉，对，起来之后，中间那个完全扑下去那个过程，绿媒基本上都淡化出来。对，那我们当然拿夜霸来比较，夜霸是请出去哦，不好看，傅昆萁道歉了，对。赖清德的随扈是在总统走出来的时候直接把他扑倒压制，赖清德假装没看到，可是人家正在扑，你怎么可能没看到？而且不会有人去跟总统报吗？对啊，有人来抗议吗？有啊。结果后来没有公开道歉，说私底下安安静静的接触完了，安安静静的接见，然后安安静静的聆听，然后安安静静的离开。意思好像总统很崇高，然后汉哥发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他安安静静的不说嘛，这个几乎是他的独家，对啊，不敢肯定是他的独家，但是有媒体前辈跟我提醒说，为什么是从他的脸书发出？对，黄伟汉是被洗了1天之后，他才赶紧发这一篇，很多人都自动到黄伟汉那边骂说，你之前不是讲夜霸，不是讲傅昆萁，那傅昆萁都道歉，你还在继续骂，那现在赖总统身边发生这个更严重的事情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黄伟汉骂
骂呢？不止我是安安静静，连带总统也安安静静，早就安安静静的见完了蔡学长的母亲。刚刚深夜我打个电话去台东林参天议员，他说总统得知有人陈情之后，立刻安排下一个行程，亲自与蔡学良母亲见面，整个过程非常平和。蔡学良母亲也终于把心中疑虑跟总统当面报告清楚，总统整整听了50分钟，那这叫为安尽责必须排除。母亲焦急，自然伤心。总统爱民，亲自聆听。不要再 cue 我了，我上次傅昆萁夜霸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就已经写了国安特勤一定会隔离抗议民众，保护总统每一任都是一样。但如果政治人物愿意聆听陈情，那一定更得民心。我的政治评论不分蓝绿，代总统也已经见了蔡学良的母亲。媒体人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当政府安安静静的时候，你要讲话，对啊，甚至你要逼他讲话，对啊，你要问他，让他出声音，对啊。当权者、行政单位、执政党安安静静。如果这时候连媒体都安安静静，那我们要第4权干嘛？我们要媒体干嘛？所以不好意思，伟汉哥，你第一句话我就听不下去了，后面整篇我都不想听。